大家好，我是大伟。夏天到了，这是一个瘦身减脂的旺季。你会发现，但凡到了夏天，身上有着肉肉的地方不好藏了。原来冬天啊，穿一个长袖子还好藏一藏，现在啊，穿短袖子全都露出来了。所以很多人啊，在夏天啊都特别的焦虑，想把自己的身材啊瘦一瘦，穿一些更好看的衣服，让自己的身材啊凸显出来。那么今天呢，我来教大家一个瘦身的方法。这是一套非常好的动作，你只要能够坚持去做，每天做上2次，每次3到6分钟，你会发现，只要你能坚持7到15天的时间，你的肚子这一圈，包括你的腿部，都会慢慢的瘦下来。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么好的一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如果感觉好的，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视频收藏下来，每天跟着我一起去练。我们现在来开始讲方法。首先呢，这个动作的核心要素啊，就是一个字抖，百练不如一抖，就是这么来的。你看，把腿先颠起来，然后左右腿交替的去这么颠。你看这个动作是不是像超慢跑啊？腿要分开来啊，像分开来这么去颠。颠完以后呢，这个手啊其实是不是这么放的？我只是让大家去看一下，注意看我的腿啊，这么颠，快速的颠，身体慢慢的往下沉，腿快速的用你的脚后跟撞击地面，看到没有？撞击地面，先开始是踮脚，然后慢慢的身体往下压，蹲下来，然后用你的脚后跟撞击地面。在做的时候，你能明显的感觉到你一些不需要的这些肉肉啊，就开始疯狂的抖动。感受一下，咱们把手机暂停，感受一下，是不是连带着我们的腰腹都开始抖动？好了，这个时候其实还没结束啊。当你能感觉到这个抖动的时候，已经入门了。然后我们需要怎么样？把我们的里面的肌肉在发力的肌群再收紧。怎么收紧？把手你看这么往前去放，你手可以做一个超人的姿势啊，握拳，也可以双手怎么样交叠在一起，放过我们的头顶，身子往下俯，快速的抖动，保持呼吸频率。换个角度给大家看一下啊，身体往下沉，头可以低下来啊。慢慢的感受，逐渐会发现你的腿酸了，腰部、腹部开始酸了。然后我们保持匀速的呼吸。当你感觉这个酸的感觉开始难以忍耐的时候，好，我们休息一下。休息的时候啊，我们是这么慢慢的这么去做，不要完全就休息了往那一坐，或者站在这不动。休息的时候慢慢的做，把你的心率降下来。心率慢慢的降下来，感觉讲话的时候和别人不是那么喘了。这个讲话的时候啊，能正常的讲一句完整的话。好了，这个时候我们的心率就已经降下来了。然后继续第2轮，身子俯身，手摆动起来，慢慢的把身体往下压，保持好呼吸的频率，用你的整个脚后跟去撞击，啊，后背挺直，不同的角度看一下。保持匀速的呼吸，好，就这样去做。当你喘了以后，再如此反复啊，腿就这么晃，就这么你定时啊，一直反复3分钟的时间。然后，比如说你白天做上一组，晚上做上一组，一天就6分钟，坚持7到14天，你会发现你的腿怎么样？有力量了，循环状态变好了，腿也会瘦了。然后你的腰腹部也会感觉有力量的，去摁一摁，不像以前那么松软了。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方法，一定要把它学会。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过完年了啊，有一件非常可怕的事要来了啊，就是天气渐渐变暖了。那咱们啊脱去了厚重的外套，同时啊，你发现网络上面上架了很多最新的春装，看起来都非常好看，但是你又发现了自己的肚子啊变大了，大腿、小腿啊都变粗了。那这个时候啊，你可能脑中里面就2个字：减肥啊。其实冬天啊是非常易于囤积脂肪的，再加上过年期间大吃二喝，身体变胖是很多人的一个常态。那么现在最关键的是，有没有一个动作可以在短期之内帮助我们塑形，帮助我们紧致我们的大腿，让肚子上的这些顽固的赘肉啊慢慢的变小，
有没有这样一个动作呢？当然是有的。今天啊，大伟教大家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啊，你坚持去练，它可以让你的大腿啊快速的恢复一个比较纤细的一个状态，同时啊，能有效的帮助我们甩掉腹部的顽固脂肪，而且非常简单，在家就可以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首先呢，咱们这个动作是非常简单的啊，就是一个字抖。这个抖啊是要一个快速高频的抖动，它可以短时间之内啊让我们的这个心跳加速，同时啊气血的循环变快，然后加快我们的代谢，减少身体上的一些囤积的脂肪。怎么去做呢？咱们站直，双手啊放在腹部然后咱们要让骨盆啊去做一个来回的一个摆动。这个摆动啊就需要我们屈膝，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膝盖啊看微微的啊弯曲伸直，弯曲伸直，注意是微微的啊，大家看一下动作演示啊，微微的弯曲伸直，然后你会发现，当你在做一个微微弯曲伸直的时候啊，你的这个肚子的肉就开始抖了啊。咱们看一下啊，你看手就放在我们的腹部，然后先一个中频的速度去做，不用很快啊，中频的速度去做，然后你会发现肚子开始抖了，对不对？然后慢慢的我们把速度加快啊，速度加快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这个肚子啊抖得越来越厉害，然后同时啊，你这个大腿上面还有包括你的小腿都感觉越来越紧啊，你这个肌肉啊变得越来越紧，这个都是正常的现象啊。我们就这样去做，保证一定的频率去做一个1分钟到1分半钟，然后呢，我们休息一下啊。做完1分钟到1分半钟休息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腿啊好像有点胀，而且呢，你会感觉明显的腿啊收紧了。肚子上面呢，它因为来回的抖动，同时呢，我们这个做的时候啊，核心啊，它是处于一个收紧的状态，它能很好的对我们的腹部的肌肉啊进行一个强化，而且在抖动的时候呢，能促进我们腹部的一个气血循环。所以啊，咱们就来回这样抖啊，就这样抖，非常简单，也非常的好用。这个动作对于现在体重增重的人，每天啊，咱们就做一个4到5组，然后你一定要感觉做完了以后啊，心脏的速度啊微微的加快啊，就是有一点心脏加速的感觉了啊，千万不能说做完了以后就没啥感觉，腿也不酸啊，心跳速度也不快，那你这个动作肯定有问题的，一定要把这个频率往上调节一点啊。这个调节的时候一定要感觉，哎，这个大腿有酸了啊，这个频率啊也是自己的快到极限的这个范围，就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到这里了，大家把这个动作练一练，对于摆脱你身体当中的一些顽固的小脂肪啊，对于你的大腿、小腿的塑形都能带来很好的帮助。最后别忘了，运动完以后啊，给自己的大腿拍一拍，放松一下。好了，我是大伟啊，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有不懂的视频下方留言啊，大家点赞、评论、加关注，谢谢大家。大家好，大伟啊，今天又来跟大家聊一聊减肥。那减肥呢，其实它是一件既简单又困难的事。简单在于哪呢？就是说你要如果会去辩证啊，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一种肥胖，那么你减起来啊，这个肉是蹭蹭的掉啊，掉得非常的快。那如果说你辩证不对啊，方法用错了，力量使错了，那么这个减肥啊是极其困难的，而且是极其容易反弹的。那大伟啊，今天给大家来聊一聊减肥的3种肥胖啊，肥胖的原因。那么大家根据自己的肥胖原因呢，去选择应该减肥的一个方式，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出最少的力，达到更好的效果。哪3种呢？第一种啊，就是咱们遗传性的肥胖。遗传性的肥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爸爸也胖，妈妈也胖啊，爷爷奶奶大家都胖，那自己呢也是一个胖子。这种人啊，一般是从小就胖啊。这种减肥的人群啊，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呢，他们是减肥当中难度最大的。为什么？因为你有遗传的这个基因在里面。你这种人呢，喝白开水啊都会胖。那怎么减呢？当然有方法。你需要比别人啊拥有更好的这个意志力啊。比如别人每天啊，比如还运动，跑步40分钟，一周啊，他还可以稍微去吃点东西啊，吃点想吃的东西。你就不行，你就要更好的去克制自己，对不对？该运动啊，肯定要运动啊。该去做一些这个饮食上面的调节啊，肯定也要去做饮食上面的调节。所以说，对于遗传性肥胖的人呢，最重要的他的2个字就是坚持啊，坚持就能看到胜利。而且坚持下来以后，即便你瘦了，记住这个很重要，即便你瘦了，也不要立刻的去停止啊，因为你一停止，很可能又会反弹到原来的样子。所以，即便你瘦了，一定要保持半年到1年的去维持。这样的话，你才能
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那第二种肥胖就是咱们讲的是什么呢？气血不通型肥胖。气血不通型肥胖是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代谢不良比方说这种人群有手臂其他地方都很好，就是手臂这边堆了一坨肉或者说哪边都很瘦，就肚子特别大或者说你这个腿特别的粗，但是上身看起来特别的细，脸呢也没有什么赘肉，这种就是典型的代谢型肥胖。代谢型肥胖你要去通过运动去减，好不好减？也能减，但是效果好不好？效果一般都不太好。那你去通过调整饮食去减肥，效果好不好？效果也有，效果往往也不好。因为代谢型肥胖往往就是你气血不通，在那个肥胖的部位产生了一定的瘀滞，所以说你这个某个部位才会出现局部性肥胖。那我们常见的就是肚子胖手臂胖这些地方都是咱们平常运动动不到的，更何况现在人还长期久坐。所以说代谢型肥胖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拍打肚子胖的咱们就可以日常往腰两侧往中间进行一些拍打，这么我们以前做视频也做过，对吧？那手臂如果出现肥胖，咱们可以把手放在头后去进行一些拍打轻轻的拍打，你只要把这里的血液给它拍通了、拍畅了你这个肥胖的部位慢慢的脂肪就好了。而且这个呢，就是属于咱们懒人减肥法的一种效果也是非常好。最后一种呢，就是什么呢？饮食性的肥胖。饮食性的肥胖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白了就是吃，对吧？这种人群往往小时候身体都是比较瘦的，在什么时候在20多岁步入社会以后，长期应酬或者长期大吃二喝嘴巴馋热量控制不住又缺乏运动那这种人群就会产生这种饮食性肥胖。那这种其实讲白了就是嘴巴引起的。这种人最有效的方法首先第一个就是把嘴巴管住。你如果嘴巴管不住的话，你别管你去跑步也好你敲打也好都没有用嘴巴很重要，把嘴巴扎紧呢，你会发现你的体重蹭就开始往下掉了。所以说你要学会去针对你的肥胖选择方法而不是说一味的肥胖了就想去运动，就想去跑步就想着去节食，这样呢肯定是既不科学可能方向使错了以后呢，又容易让自己的信心受到打击信心一受到打击以后咱们这个就没有动力了身上呢就随便塌了，爱长胖长胖，直到又刺激到你某个点又想感觉太胖了，又被人说了，自尊心又受挫了然后又要去减肥，那这样的话，其实周而复始，最后还是一个胖子，不但对于健康没有利，而且付出的这些汗水呢，也没有得到一定的回报。所以说，大家看到我今天的视频可以把这个视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方法选对了，减肥减得快。那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我的视频里面有很多内容可以帮助到大家如果有不懂的，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谢谢大家。大家好。辟谷是咱们古代道家追求修身养性的一种养生方式。那么现代的人也有很多人去做辟谷。那我们的目的其实很单纯，其实目的就3个。第一个呢就是减肥，对吧？通过辟谷去减肥，因为辟谷它有这个功效。那再加上一些商家的宣传那就很多人奔着减肥去的。那还有一种呢是养生治病。对吧？有些人他身体有一些小毛病，那医院呢可能也去看了，然后也没有什么很好的这个明显的效果吧，然后他就听朋友去讲去辟谷怎么好，养生怎么样，对吧？还有一种呢就是真正的修身养性然后呢通过修身养性，通过辟谷去把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的心性把自己的情志调理得更好。其实无非就是这3种嘛。那减肥的人群是占有大多数的。第二种呢，就是追求养生、追求身体健康的。那这个呢，那年龄段可能是往中老年人40岁往上走的这么一个年龄段。而最核心的修身养性、调节情志这一部分其实真的是非常少了。那我们讲辟谷要讲究科学，因为不科学的辟谷呢，它会造成咱们的身体反而会带来损伤。讲几个案例，我接触过一些客户他们有些人他会尝试辟谷，那么也会报一些班。那么辟谷当中有这个服气辟谷，就是说用空气这种样子的一个辟谷，就是有点像这种修仙的那种感觉。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服药就是吃一些中药拿一些东西进行搭配进行辟谷。无论你是哪一种记住了，辟谷它一定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非常的重要，为什么？
我给大家讲一下，如果你这个过程不做的话，那你对于咱们的肠胃部以及这个突然一下身体不适应啊，比如说突然一下子啊饥饿了，对吧？啊不吃东西了，那么一下子整个身体啊就会造成了极大的损伤，带来的后遗症啊往往是威力巨大。那我们怎么样科学的进行辟谷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先慢慢的把饮食变得清淡，对吧？咱们多吃一些粗纤维的一些食物。而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要坚持个15天到20天。我们的胃袋啊，它有一个特性，你吃的食物越多啊，这个胃啊就胀得越大。你会看很多人啊，胃很大，喜欢喝酒的人，他对吧？他这个胃很大。但是呢，你慢慢的它是有弹性的，你的食物慢慢减少了以后啊，特别是对于这种脂肪肝、长期喝酒的人，你只要慢慢的酒慢慢断下来，这食物呢慢慢倾向于这个清淡，你这个胃啊慢慢就小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既能补充到足够的营养，这个是前提。最重要的是，当你的饮食清淡化以后啊，你的身体里面的血液啊、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其实慢慢的都会回归于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辟谷的精髓，它的养生方法不是说你去节食了啊，你去这个服气啊或者服药就能好，它是一个过程。那在这个第一阶段呢，就是去适应啊，适应咱们胃部去适应的这个过程。第二阶段呢，就是尝试去调节气息。气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为什么？调节气息让我们整个人身体的代谢变慢，就相当于给大家讲个动物乌龟它为什么寿命长？它的代谢就很慢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气息给调好，就是道家的这个归息功嘛，把气息去调好，减低我们的一个代谢量这样的话，我们对食物的一个需求也大大的降低了。那最后就是去进入辟谷阶段。那这个阶段呢，有的人可能是3天，有的人可能就2天，有的人呢可能能大概到5到6天左右。这个是一个核心阶段。那这个阶段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去修身养性，调节情志，情志通达5脏6腑。所以很多问题就是情志上面引发出来的。情志呢，很多人不理解，讲几个词，比如抑郁症躁郁症这个思想上面的这些包袱你要在辟谷的阶段把它全部抛开。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辟谷，他选择在一个深山里面选择在一个没有人的闹市区，选择带一些书籍，带一些必要的食物去进行修行。这个修行修的是什么？修的就是心。当你的心中的杂念慢慢的去除了以后你没有太多的烦恼，你很多事情看得开，看得透，那么你的身体慢慢就会达到一个回归健康的状态，5脏6腑就会被调节的很好，内分泌呢也会慢慢被调节好。所以辟谷讲究的一定是修身养性食物这一块千万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呢是让你去科学健康的饮食，而且在辟谷阶段也不是说就是光喝露水，对吧？光服空气光吃药干嘛的？它是要有一个能量的供应，而这个能量的供应恰恰好是根据你的这个气息的调节来待定的。所以辟谷它是一个需要科学性、充分性的一个准备的一个过程。今天跟大家讲这么多其实我是想看一下大家对辟谷这个看法是怎么样的。如果呢大家对辟谷感兴趣，辟谷养生感兴趣，那么我后面是准备做一个系列性的一个辟谷的一个课程那么这个课程呢，就是每天都会去更新，从准备阶段一直到咱们的这个调节呼吸一些这个训练，比如说一些太极八段锦瑜伽普拉提等等这些训练，调节筋骨，调节气息，最后到一个核心阶段，就是咱们的一个修身养性阶段。每一个阶段我都会给大家展现出来。那么准备做一个长期的系列视频。那么如果对这个系列感兴趣的话，大家一定要帮我多多转发关注，那我会看热度，因为如果说热度不高的话，那我们目的是传播健康。如果热度不高的话，健康传播不出去，那我对我自己的一个自制力的要求也会大大降低。所以呢，大家关注我的视频如果说对这个辟谷感兴趣，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提供一些方法我都会把它收录下来。好了，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我是大伟点赞评论，谢谢大家。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运动。中医上面说动则生阳，适量的运动对于咱们30岁往上走的这种人群呢，它有一定的好处。首先，对于这个心肺功能
能带来积极的改善，血液的一个供氧能力啊也能带来很好的改善。同时走路呢，或者说是慢跑，它可以去帮助我们放松心情，释放一天当中生活的压力。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怎么样去走路，既可以去锻炼的更好的锻炼咱们的身体，又可以去减肥，还能去让我们的这个腰背颈椎变得更好。那么其实走路大家都知道，主要是靠2只腿在走，但是呢，更好的走路就是不单单是靠腿，同时咱们还可以把手举起来，往上举。当我们把手往上举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的肌肉会处于一个极度拉伸的状态，你的脊柱是处于一个伸展的状态。同时，因为我们在往上伸展，我们的腹部和胸部的一个空间呢，也会得到极大的压缩。这就会导致了我们会更好的去调节我们的肌肉，去控制我们的负压那我们来试一下这个方法怎么去做。那首先呢，我们要先把手举起来举到头顶然后呢，这个时候你要感觉你的腹部和你的胸部一定要有强烈的这种伸展感。那我们举过头顶以后，慢慢的把脚往前迈来回往前迈。那这样走的时候呢，你的腰部和背部的肌肉会处于一个很好的有一些强烈的拉伸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大家可以去试一下。我们就把手举起来举起来以后，然后慢慢的往前走。前期切记一定不要走太快，因为走得太快以后呢，很容易就是你找不到这种发力感。我们讲究运动呢，一定要以这个发力感为中心。找到了这种感觉以后，我们慢慢的可以调一下我们的步子。好，我们再来试一下我往后退2步退2步以后，然后呢，我把手举起来。好，举起来以后我慢慢的往前走，对，慢慢的往前走。好那这样走的时候你的这个背部就会有很强烈的感觉的。我们每天去走一个3分钟到10分钟，就这么短的时间，就可以很好的把你全身，包括后背以及我们的腹腔的一些这些肌肉都给刺激到，同时对我们的内脏系统也能带来非常好的改善。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是大伟那希望大家点赞、评论、关注，好，谢谢大家。